嗨，你好，我是玲玲。我们上一次的故事呢，讲到了韩国从一个18线的小镇青年，然后逐渐的他穿上西装步入中产。今天我们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要从97年的金融危机开始说起。为什么讲到97年的金融危机呢？韩国这位小哥哥因为事业上升快，于是有一点小膨胀，于是他各处发名片，积极进群，满世界借钱，希望能扩大自己的经济规模，为将来事业能够更上一步做好铺垫。可是就在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下，韩国这个国家真的是差一点就破产了，一下回到解放前。这一次的主角呢是总统金大中。从这一位总统上任以后，韩国意识到了自己快速发展中的不足，于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开始转型成高科技和文化产业为主的国家。简单来说呢，就是韩国这位小哥哥突然顿悟，觉得打工不是出路，我要做 KOL， 我要做 idol， 我要做全世界的小可爱。你接着往下看。这位总统上任的时候已经74岁了，之后的人们称他为亚洲曼德拉。当时的韩国真的是一地鸡毛，濒临破产。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韩国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烂账太多，于是外国投资者纷纷撤资，一瞬间韩国的企业接连倒闭，货币急剧贬值，外汇储备锐减。随着失业率的上升以及企业的破产，当时韩国的自杀率也是飙升的。据说当时的汉江桥都不够跳的。于是韩国政府在97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决定接受来自 IMF 的帮助，也就是将近200亿美金的一个资助贷款。为了克服外汇的危机，这个就是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叫做信金运动。也就是说，总统夫妇带头号召所有的国民，希望说能够把自己家里面的黄金拿出来去抵外汇。很感人的就是当年真的是有很多韩国的女性把当时自己的嫁妆的金饰都拿出交给了国家，去应对当时国家面临的一个外汇危机。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时的韩国它在国际信用上的评分已经到了 B 负。那个得喽，可以借点钱吗？什么垃圾信誉，我才不要借给你呢！不会有任何的投资者还敢愿意说把钱投入韩国。为了提高自己国家的国际信誉，当时的金社长呢，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业务员，游走于各种国际重要的 party 上。于是他勤奋的递名片，然后不停的跟对方说，请你相信韩国，请你借钱给韩国。当时是从世界各地拿到了167亿美金的意向投资，真的是很厉害了。除了这2件事情之外，当时的韩国政府还做出了金融改革以财阀的改革，建立一个成熟的社会保障系统，还有劳动用工的问题。在金大中的领导下，97年的韩国是财政瞬间缩水7%，于是在99年的时候迅速又增长了5%，仅仅是2年不到的功夫，韩国整个在金融危机中真的是吃了大亏。于是当时金社长呢就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我们要转型。这个时候的韩国决定，他们将来要把主要的发展中心放到文化产业和高端技术产业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半导体、电子和通信产业以及韩流开始兴起。于是在99年的时候呢，文化部门就迅速把文化产业的预算提高了40%，使文化产业的预算首次占了1%，其实1%很少。金大中还进一步放宽了自由创作的环境，并且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1998年，韩国取消了电影的解约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分级制度，这个跟欧美有点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韩剧才能有各种各样的题材，甚至有一些我觉得题材真的是哇，好敢拍啊！韩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了他们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而韩国文化产业可以带来的其他的消费，比方说旅游业啊，重要的化妆品行业的收入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而对于高科技技术的产业，也有我们现在熟知的半导体、电子、通信、液晶显示器啊、互联网啊，以及造船业。韩国是全世界网速最快的国家。讲到韩国的经济，必须要讲到一下韩国的财阀们。韩国的财阀一直是对政府来说、对民众来说都是一个有点头疼的问题，其实是又爱又恨。韩国的10大财团在2012年的报告中是占了整个韩国 GDP 的85%。这10大财团其中，任何一家财团只要是稍微出点问题，其实都是直接会影响到整个韩国的经济的。我就简单的说，韩国最大的财阀三星，在2010年的时候，仅仅是三星这一家财阀就占到了韩国 GDP 的22%。这是一个什么概念？韩国人自己也有一个调侃的说法，就是你生老病死都是摆脱不了三星的。韩国的这些财阀们也跟政府有着很暧昧的关系。如果感兴趣大企业这些八卦的话，还是可以去网上稍微搜搜他们的故事，还蛮有意思的。说完了韩国的总统，也说过了韩国的企业，然后我们现在呢，最后我们来谈一谈韩国的国民。还记不记得我上一期讲到1960年的时候，韩国的 GDP 当时是只有83美金，不到当时朝鲜的1/3。之后的数据真的是一路飙升，韩国的成长速度非常非常惊人。到了2008年的时候，韩国的人均 GDP 已经到了3.14万美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发达国家的一个收入水平。60年的时候，当时的文盲率是80%。在2014年英国一项机构的评测中，韩国的综合排名是第1，是一个典型的综合教育强国。韩国人在教育上的投入和重视真的是完全不亚于我们中国的父母们。有一个电视剧叫做《天空之城》，其实就是对韩国教育体系的一个
镜子，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现在的韩国呢，已经从当年的那个非常弱小的国家，成长成今天世界排名第11的一个经济强国。然后我说的这些只是说韩国的国民的整个的环境上的一个变化，而每一次韩国到了危机的时候，你都会发现韩国的民众都可以爆发出无限的能量。1960年的时候统计过，就是当时的整个韩国人民的平均的工作时间是非常非常变态的，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而今天的韩国可以在60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和韩国人民的努力是完全脱不了干系的。而在国家每次陷入困境的时候，比方说之前的现金运动也好，然后还有之前的朴槿惠的事情也好，你都可以发现韩国民众的那种坚韧的反抗精神是非常值得让人敬佩的。这个民族一点都不吝啬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上下2期我已经做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记得关注、收藏和点赞，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